預祝今天所有的有緣的哈，與佛有緣的所有的朋友呢，都能夠得到如意吉祥，身體健康，全家快樂，壽比南山，工作事業都順利，大家每個人呢都能達成自己的心願。藥師佛呀，就是一位特別按照現在話說就特別親民的一位佛陀哈。他呢就是當年的發出的12個願望，其實就是我們人類就是在有這個人類壽命的時候的基本需求，是吧？比如說相貌堂堂啊，身體健康啊，有錢生活呀，穿得好啊，吃得飽啊，還要長得要好看吶，還滿足所有的需求啊。但是一般的佛法都是說，你要終止你的更多的慾望，終止你更多的貪求。藥師佛呢，我們說，我要用我的佛力，用我的功德去滿足大家所有的願望，它不叫慾望，是願望啊。我覺得，因為有時候這個真實的這個生活之需哈，生活需求和某種慾望，它是不是可以分辨的哈？坤提，你覺得是不是有時候有點模糊啊？對，就是沒有錢吃飯肯定是需要的，就是非常貧窮人肯定是活不好的。對但是如果住着大房子還想吃到更好的，每天吃山珍海味，那可能就是慾望了。我是這麼理解的，師父。對，這個也挺，你的理解是正確的哈。所以說我們呢也不要說叫做無止境的慾望需求，對吧？我就已經吃得很好了，說我還要翻天覆地的吃遍天下的一切動物我要因為我錢特別多，所以我就要吃到你們沒想過吃過的東西，我要吃火星上的什麼藥什麼美食我去某個國家偏遠地區的某種動物對，所以當我們的某種願望變成一種叫貪求對，就是貪求就是愚痴嘛，這個是不對的。但是藥師佛說要能夠滿足我們正常生活之需，是吧？餓着肚子沒法生活，餓着肚子也沒法讀書，對不對？所以我的家庭很貧困，我還讀書還特別好，這也是很艱難的事情，也是所以就滿足我們正常生活中的所有的需求我覺得這點特別重要，而並不是說學佛我們要說我們錢財我都捐了都扔了但是就算你出家的話，你不是還活在人世上，对不对？那你還是要吃喝拉撒睡，還是需要錢的。你總不能說我就在這一待。有的人說了，某一位大師說清朝的某一位大師在那一站，拿着禅杖锡杖在那地上點了3下，就咣當出來一個廟。這叫如果是這麼的造廟的話，我們老天爺不會把它收去的那直接搞建築開發就完了。你就點10來下，是不是台灣101就建起來了，對不對？但是那是瞎說就是在這個宗教信仰之中呢，往往人會把自己某種信仰付諸一種叫做超神奇的、絕對超自然的就是比神還神所以有的時候這樣的想法是人的心中的一種期盼，但是如果固執於這個想法，那肯定是一個錯誤所以呢我們在認識藥師佛的時候，我就想得很實實在在，就是如果我們供佛，可能佛陀幫我們從智慧上讓我們通達道理那麼第二個呢，從現實當中呢，可能會有時候用他的神力，用他的功德來加持我們，得到我們比如說理想的工作呀，找到理想的对象買到或者租到理想的房子或者自己閒置的房子能夠快速租出去是吧？所以這些都是正常之需了我覺得還是可以的。就像人做事就有個運氣的說法，是吧？說趕上我這運氣不對走背字兒，幹啥不順喝涼水都塞牙，這有時候就是這樣，對不對？佛菩薩
來加持我們呢，事事順利，這多好啊！來說兩句吧。是師父其實很多我們的這個菩提同修哈走到了，因為我們法門也是藥師法門來到了菩提禪修之後呢，其實家裡哈都迎來了方方面面的幸福啊，身體有病的就不生病了哈，通過禪修就獲得了健康，其實獲得健康就獲得了快樂。哎，那孩子有的憂鬱的不憂鬱了哈，重新回到學校讀書，然後去找工作，哎，做了一個孝順懂事獨立的孩子哈。对，所以我們有很多這樣子，就是來了以後全家獲得幸福的故事啊。我這邊就有一個故事想跟師父和網友們分享。來自我們韓國鞍山禪堂，這個師姐叫金山，她是給師父分享一個全家受益的故事。對，全家都非常受益於藥師佛和師父。她說過去幾年我們家接連遭遇打擊，先生生病，我生意出問題，女兒憂鬱失眠，兒子情感受挫，全家都像被推入黑暗，看不到一點希望。然而就在最絕望的時候，轉機出現了，生命的奇蹟一個接着一個的發生。就是他是講了他一家4個人的故事，然後我們先講講他先生的故事，發生在他先生上的奇蹟。他說2023年年初，先生73歲的時候，時常感到走路容易氣喘，胸口發悶，到醫院檢查後被診斷出患有狹窄性心絞痛，醫生建議盡快做支架手術，並排定了10天後的手術日期。聽到這個消息，他非常的害怕，因為他有個朋友也是得了這個病，突然間心梗，沒多久就走了。我對他說，別害怕，去禪堂點盞燈祈福吧，藥師佛和師父一定會護佑你的。於是在手術的3天前，他就懷着恭敬的心去了鞍山禪堂，點了49天祈福燈，一遍遍地念着藥師佛心咒，祈願藥師佛和師父加持，讓手術平安順利。沒想到奇蹟很快就發生了。手術當天檢查時，醫生就查看造影結果後，竟然滿臉的驚訝地告訴我們，血管已經自己變寬了，不需要再做支架了。我們一時難以置信，還反覆的確認。醫生說，這種情況真的極少見，以後只要按時吃藥，就能維持健康。那一瞬間，先生就熱淚盈眶，深深地感受到了佛菩薩與師父的加持與護佑，心中滿是感恩。以上是金山先生的這個受益，他從必須做手術，神奇般點燈後就不用做手術了。然後還有呢，就是金山自己本身的那個見證。他說，我經營一家首飾精品店，2025年7月份，生意突然間直線下滑，店裡已經連續3個月虧損了。最嚴重的是，房東通知我必須在8月5日前繳清所欠的10萬元租金，否則就要終止我的合約，馬上收回店鋪。對於一個零售店而言，這等於直接宣判結業。我手上資金緊繃，應收賬款又遲遲收不回來，連5萬都拿不出來，更別說10萬了。我整晚睡不着，腦子裡只有一句話，籌不到這10萬店就沒了。到了7月20日，我就帶着忐忑的心情來到了韓國鞍山禪堂，向藥師佛祈願，希望能在最後的期限前奇蹟般的度過難關。我又點了一盞49天祈福燈，並發願未來12個月都要持續布施，把功德回向給所有有困難的人。我萬萬沒有想到的是，在僅僅48個小時內，事情開始快速的反轉。點燈後的第2天上午，一位很久沒合作的老客戶走進我的店裡來。這位做珠寶批發的客戶平時不常下單，但那天他開口第一句話就是，我最近想做一批新的定制首飾，預算大概20萬，你能不能接呀？
我當場激動得差點說不出話來。我快速確認設計方向，他也很爽快地說：“那我先給你付個定金吧。”當天，這個客戶就立刻給我付了6萬元。我馬上去銀行確認，不敢相信賬戶真的多了這筆錢。但是啊，我還差4萬元。我告訴自己，能解決2/3已經是奇蹟了，剩下的也許還有轉機。沒想到，就在幾天後，我手機突然就跳出一條轉賬通知。我看到金額，整個人都愣住了，正好是4萬元。我一看付款人，更是驚呆了。這竟然是那個拖我3個月完全聯繫不到的下游客戶。最不可思議的是，他沒有分期付款，沒有扣款，也沒有多說一句話，就這麼安安靜靜的把錢一次的付清。你看，我這個6萬元加4萬元，正就是我當時候必須繳清的10萬元租金，1分不多，1分不少，精準到讓我都起雞皮疙瘩了。我在點燈後的第5天就順利付清所有所欠的租金，店鋪保住了。而更令人開心的是，自從那件事情以後，我店裡客流量開始一點點的回升，甚至出現幾筆高額的訂單，讓我重新燃起了信心。這一切來得太巧，太不可思議了。我知道，這不單單是運氣，這是藥師佛的加持，是師父的護佑，是發願布施點燈後出現的真實奇蹟。感恩師父。然後他還有一個女兒的受益。他說，2023年我的女兒48歲，她開始出現失眠和憂鬱症的狀況。她原本是個工作認真、充滿責任感的人，但長期的壓力和對失業的恐懼，讓她一步步地陷入焦慮。最嚴重的時候，她幾乎整夜都無法入睡。一想到要是失業了怎麼辦，就全身發抖，滿身冷汗。那段日子裡，她的頭髮一把一把的掉，臉上也失去了笑容，整個人仿佛被陰影籠罩着。看着她那樣，我的心真的很痛。我想到自己在菩提禪修得到那麼多幫助，於是就帶着她來到禪堂，在佛前供燈，聽師父開示，也開始每天做大禮拜。沒想到，通過短短幾天的修行，女兒的失眠症狀完全就消失了，整個人變得輕鬆愉快。睡眠改善之後，她的身體也快速恢復了健康。今年8月，女兒還有幸親見師父，師父金口玉言，賜她一個金飯碗，說她永遠不用再為工作擔心。現在，她每個週末都會來到禪堂做義工，不再為工作焦慮，還積極學習新技能，整個人變得開朗、自信，充滿陽光。他的兒子還有一個很大的收益。他說：“我的兒子已經40多歲了，他年輕的時候經歷過一段非常受傷的感情，被人欺騙、付出、被辜負。那次打擊之後，讓他整整10幾年都走不出來。他雖然嘴上不說，但我知道，只要一提到感情，他心裡就會緊一下。他變得不敢相信別人，也不敢主動開始新關係，哪怕身邊有朋友介紹，他都是婉拒的。我看在眼裡，急在心裡。去年他已經44歲了，老實說，我也開始擔心，是不是兒子這一輩子都不想成家了呀？於是我在藥師佛前也為他點燈，願他走出陰影，願他遇到對的人。結果啊，奇蹟又出現了。兒子去參加一個很普通的朋友聚會，在那個聚會上，他就遇到一個氣質溫柔、很有教養的女生。他回來跟我說：“媽，我不知道為什麼呀，第一次跟他講話，我就心裡很安定。多年不敢敞開的心，就在那一刻鬆開了一條縫。他們越聊越順，越接觸越自在，興趣相近，價值觀相合。”女孩也非常體貼又包容。今年他們結婚了，45歲的兒子終於迎來了他的幸福。
作為母親，我的心也終於放下來了。我們一家4口曾經都陷入絕望，看不到任何的希望。但自從遇見師父，我們一家人都獲得了健康、平安和幸福。這一切都是藥師佛和師父的慈悲加持，是我們生命中最真實的奇蹟。師父，感恩您拯救我們的家庭。哎，這個挺好哈。是韓國鞍山禪堂的，這叫金山哈。對，金山一家人，還真是有緣哈。哦，你看他一家，因為有的时候我們收集他这個見證哈，通常就是一個故事就好了。他這個4個內容真的都挺好，所以就是說，那我們就一塊兒給大家說一說哈。哎，他第一件事是這個啊，他的先生心臟嘛。對。哎，本來要做手術的，對，結果呢？點燈之後，突然間要做手術前，醫生又檢查說那個血管自己變寬了，就不用做手術了。這個真是聽起來之後，真是，別說醫生哈，就我們乍一聽的時候，也覺得真的不可思議，太神奇了哈。他通常不可能自己就通了嘛。是，醫生也說，就是很少這樣的病例，他也不知道為什麼，但師姐就很篤定。因為他就在藥師佛前點了一個大燈去做這個祈願，就希望他的先生健康。他先生自己來了，先生擔心啊，不敢去做手術，專門到鞍山禪堂去念佛祈福，給自己供燈。3天後再一檢查，哎，血管寬了，不用做手術了。不可思議，真的。因為在世界各地哈，世界各地的很多國家，人們都是有信神啊、信佛哈，這個信仰是非常自由的哈。對，大家如果遇到一些難事，去求神啊，求佛啊，是很常見的。你看在南傳佛教，像泰國呀、緬甸吶，大家幾乎每天跑到廟裡去祈個福。還有我在緬甸、泰國看到很多上班族哈，不管是開車的、騎車的哈，就到廟裡頭哈，去了之後磕幾個頭再走。因為他當地那個鮮花四季都有哈，有很多人是早晨去就拿一束鮮花，每天給佛菩薩獻花，獻了就走。看那個場面好感動哈。是。對，你看這個在韓國鞍山呢，哎，這個金山他們一家也是這麼受益哈。對。哎，他這個生意還受益了。對。他就是有一個首飾店嘛，然後當時就是欠了一筆就挺大的款了，租金款10萬元。他就在想說，哎，他要是還不上的話，那個屋主就跟他講，你還不上你就要結業了，就是我就不給你續約了。對呀，你不交3個月不交租金，那可不是嘛，就要關門了。對。他也是急呀，然後他就說那我也去給藥師佛去祈願吧，希望就是能夠籌到這筆錢，然後就關鍵籌到的這個現象太神奇了，太神奇了啊！我就說編故事也不敢這麼編了，是太神奇了。說大家呢可以重複的哈聽一聽，就是香可讀到的他那個還款那個過程哈，真的是我聽他講了之後，我覺得好神奇啊！哎。所以這個，我說咱們的藥師佛，就是能幫助所有的哈有緣人哈，是什麼都管，就是真的是人生中種種的困難哈，真好哈。對，哎，這個所以這個想有錢生活哈，或者改變生活狀況的，所以要求佛哈。對，還女兒也受益了。女兒是女兒其實呢就一直擔心會丟飯碗。哎，她在那個公司幹了可能有20年了，10來年20年吧哈。然後呢，一直可能也沒往上升，哎，做着同樣的工作。對。所以呢，現在這個裁員也比較激烈嘛哈，女兒就為這個擔心，最後都憂鬱了，都緊張到失眠哈。對。我對我這個第一個接觸這個真人說。他本來工作好好的嘛，就緊張到失眠。是因為公司也是在不斷的更新嘛，人才更新，他自己也看着覺得越來越危險了。就是他是能感覺到的啊。对。他上次來鞍山的時候見到師父，我們還在呢。有看到女兒見到師父，哎呦，真的是好慈悲，賜他了金飯碗。
對，哎，是有給他了金這回事兒。口玉言的加持。对对，啊，然後他回家以後，就父母再一次帶他來的時候，人都馬上氣色不一樣了，立馬充滿了信心。啊，也說回去要好好的學習新技能哈，提升自己對。他覺得哎，有師傅的加持，不會再丟工作了。人家也是每個禮拜哈休息的時候到禪堂做義工啊，對，就在鞍山禪堂啊，哇，這真好。挺好的。你就是親自到你喜歡這個禪堂做義工哈，佛菩薩是最開心的。那你在做義工的時候，你每一個狀態下與接人待物當中哈，都要去糾正自己，我慈悲嗎？我有沒有用慈悲心對待人？是不是啊？他每一時刻在檢點着自己，這一點很重要。比如說我只出了點錢，我該回家罵人，看電視，這對你的修行來說沒有太多幫助。所以他親自在禪堂做義工就是不一樣，所以他改變就比較快。哎，真好哈。還有他個老大難的兒子，哎，都40來歲，如果未婚的話哈，要不是說長得特別醜啊什麼之類的哈，那結不了婚，這個也是有點奇怪哈。是我們看照片了，挺好的。對，但是他是不是也確實有一點籠罩了有點之前的創傷，是吧？是有過，就嚇得不敢戀愛了。是哦，一遭蛇咬，10年怕繩子哈。是，不敢碰了。對，不敢碰了。所以呢，媽媽呢就不斷的為他祈福供燈啊，心開了。怎麼現在看到一個心儀的女孩，是，他剎那間就一下特別開心哈。對。和人一接觸，覺得哇真好啊，又溫柔又大方，又有修養，一接觸就動心了，覺得哎自己的這個真命這個情人就來了哈，真命情人就是將來要做太太的哈，哎，結果人家就結婚了，還現在都生寶寶了哈，而且很幸福，開心的，為他們一家人真是要鼓掌開心，很溫暖的故事啊，太開心了，也是非常感恩藥師佛，感恩師父的加持，讓這一家人真的是從絕望走到了希望，充滿希望的人生。哎呀，咱的藥師佛啥都管呢，咱們給他送禮。好，師父，感恩師父，這個是金山的兒子啊，你看這個是琉璃的哈，特別漂亮哈，琉璃的手串哈，是明年的吉祥色。金山的女兒，看看這叫啥？日光菩薩手串。日光菩薩手串哈，多漂亮啊，都天然的哈。你看這個八卦山，後面有八卦圖哈，有很多秘密在裡頭哈。哎，對，這個特別好，而且是速乾的。我們的生命羅盤衣服。哎，對，我經常穿的哈。好，金山的女兒哈，來，哎，看咱們的龍，哎，龍 T 恤哈，你看後面這個大龍更是龍抬頭的這樣的一種制作哈，你看會給他帶來護佑哈，帶來這個命運的這個提升哈。好，收到。好，祝金山全家幸福吉祥，收到。健康長壽，收到。笑口常開，收到。感恩師父。咱們分享下一個。好的，師父，太精彩了啊！這就是咱的藥師佛哈。就是。那再給師父分享一位來自台北的哈若蘭師姐啊，她的故事。她淋巴癌4期的重生之路。哎，我們一起來聽一下。她說：“師父好，我今年已經80歲了啊。那10年前呢，我參加一次免費的健康檢查，卻被查出啊，我的脾臟腫大得很嚴重。醫生讓我立刻去醫院做進一步的檢查。但是我自己脾臟部位呢，我沒感覺有哪兒痛，只是偶爾覺得肚子脹一下，一直都以為是腸胃不太好。可是沒有想到啊。1週後的檢查報告出來，我卻被告知是淋巴癌第4期，也就是末期了哈。脾臟腫得非常大，隨時可能破裂，必須馬上住院開刀。手術後，醫生給我看取出的脾臟真的是大得嚇人。接下來的5天化療帶來的副作用讓我想發狂，真想一把火把房子燒掉的那種感覺，是生不如死啊。
那5天之後呢，醫生語氣非常嚴肅地跟我說，你光化療是絕對不夠的，我們必須趕快幫你申請靶向藥。這個癌症的靶向藥呢，是目前最有效控制的方式，能夠抑制癌細胞的擴散。希望我們能申請到的靶向藥對你是有效的。那醫生呢就不斷地強調，我們一定要努力地拿到這個藥，這可能是你下一個階段的命根子。可是呢，申請這個藥的手續很繁瑣，時間也長，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等待。就在等待靶向藥的那2個月，我的生命出現了意想不到的轉折。有一天，我去世貿參加素食展，看到有一個菩提禪修的攤位寫着“免費能量加持”，我抱着試試看的心態接受了加持。結果第2天，我長期被便秘困擾的這個事情呢，就得到完全的解決。我順利的排便，感覺身體輕鬆了很多。從那之後呢，我就正式走進了菩提禪堂。在等待靶向藥治療的2個月期間，我開始學習走八卦，也參加了菩提禪修的健身班，學習無量大光明修持法和大禮拜。那段時間，我每天早晨5點準時起床，先在八卦點走八卦1小時，再去禪堂繼續修行。幾乎每天我都會花3、4個小時來禪修。2個月後，我回醫院複檢，醫生告訴我說，靶向藥終於申請下來了。可是呢，他翻看着我的報告，驚訝地跟我說：“你最近在做什麼？”我呢就如實的回答呀，我每天都去菩提禪修、走八卦、做大光明和大禮拜。醫生說，你的各項檢查指數都改善得很好，連發炎指標都降了這麼多，我真的沒想到。照理說，在等靶向藥的這2個月，病情是很容易惡化的，可是你的身體反而在恢復。那標靶藥的這個治療就先暫時不用了，我們再觀察看看。你現在恢復的速度比我們預期的好太多了，這個禪修很好，你可以繼續。那一刻，我真的又驚又喜，也深深知道我遇到了真正對我身體好的方法。結果，這個醫生說的再觀察看看，就一直觀察到了現在。10年以來，我靠着菩提禪修，靠着修持金菩提宗師傳授的功法，80歲了，我還依然健康地活着。每3個月一次的複檢，身體各項的指標都很平穩。雖然骨髓裡還有少量的癌細胞，但醫生說對身體沒有任何影響，不需要擔心，也不需要做進一步治療。這一切我都深深地感恩師父，因為有師父的慈悲與教導，因為有八卦內功、大光明和大禮拜，我才能重新站起來，在80歲的年紀依然可以健康地活着。我天天來禪堂做義工，護持菩提禪堂。這麼慈悲的師父，這麼好的禪堂，應該讓更多人知道，讓更多人走進來，受益於師父的法。這個也很神奇啊，他是那個末期癌症，對，結果就是沒有吃到那個他醫生推薦那個靶向藥，然後10年來還控制得很好，對，沒有復發，然後還很健康。現在老太太都80歲了。關鍵是第4期是什麼概念呢？第4期就是已經轉移了，全身轉移到血液骨髓裡了。就是你像1期癌症，它只是在這個臟腑哈，比如說是肝癌，那我們切掉肝就應該 OK 了，就其他地方沒有。但4期癌症等於全身都有癌細胞。你別忘了哈，它這個你說是胰腺是吧哈？對。但是呢，它那個骨髓裡都是癌，是就擴散到全身了。是。10年了是吧？对，10年了。這什麼概念呢？起死回生。其實，如果從醫生來說的話呢，就驚訝到了說，這種癌症10年之後還在人世間，因為他發現的時候第4期，對吧？這種癌症做手術都很難。對。那骨髓裡頭有很多，當時哈，現在幾乎都沒了。對。10年之後還健在，這就是所謂這個得這種癌症的一個奇蹟。奇蹟。絕對是奇蹟。就是這種癌症患者的奇蹟。那這是為什麼呢？對呀，師父。藥師佛。嗯，哎，对，
你得有那个發心哈。尤其你這個年齡，你也不需要你去賺錢打工嘛，是，你就是真發心去修，是不是啊？又發心供養。說實在話，我說的有點可能不中聽哈。有的時候辛辛苦苦啊，很多不管台灣也好，哪裡人也好，很多人其實就是一門心思賺錢存起來，對吧？不管存的方式買成房子，還是存的現金，還買了金條，反正就存起來。到死呢，給孩子傳是正常的，我不反對哈。但是說，你比如說哪一天發現這個癌症，一發現第4期的話，那你的人生之路還有多久呢？以我所知道的醫學知識來說，你還算很幸運，就是1年，你就沒了。如果修得好的話，解脫得快的話，可能1個月就沒了。從檢查出來。人也是這樣，這個精神壓力哈，說你沒檢查出癌症或是糖尿病哈，你就啥事沒有，或者就最多是哪裡痛哈，等醫生很鄭重其事告訴你，對不起，你那個是癌症第幾期，不管第幾期，人立刻就變化了，感覺被判了死刑了，就從那一天就開始失眠，是，從那一天就開始對人生絕望。從那一天才開始想的，人生難道就這麼短暫嗎？不管查到癌症那一天你是40歲，還是60歲，還是80歲，你的所有的想法都改變了。那比如說你是一個老闆，正在說我要用上市，我正在拼上市，是吧？很多生意做大了就拼上市，是吧？那個時候突然之間一查出癌症來，你還會上市嗎？你上天還差不多。再完了之後，說你就是一個普通人，你60歲，剛剛退休，或者是還沒退休，沒辦清手續，對不對？你原來想着，如果我退休之後，我要去法國旅行，我要去意大利那個歌劇院看看那歌手唱歌是吧？我要去日本富士山看看什麼等等的，那這些願望，你那天查出來癌症的，就是肝癌晚期。你還會去嗎？去不了了呀。就算是覺得體質還能去，你還想去嗎？你不想去了，就人生一下就開始發生扭轉了，對不對？把你過去人生的所有的想象啊、理想啊、美好的人生全部改變了。還有呢，說我要退休嘛60歲退休，我61歲開始寫回憶錄，我寫一本書，將來正式出來。其實很多人是這麼想的，因為很多人高中畢業，大學沒考上，說我寫人生回憶錄，告訴大家說人生是多麼不容易高考多麼艱難，是吧？好不容易熬到60歲退休，我要寫人生回憶錄，結果一查出肝癌第3期，請問你用第3期剩下的時間是寫回憶錄呢，還是旅遊呢，還是看病呢？所有都懵了，不知道要怎麼做了。那我覺得呢，就是應該給自己留一點時間，留一點錢找出路，找出路一定要也別非得絕望的看待這個事情。就是有得那種病，就可能找對了人，找對了地方，就可能有他的解法。就是有人就是說不管你今天是男人女人，總有另外一個人等着你，是個異性的你是女的要找對象嘛。從另外一個男生在那等着你的，經常在逛街，人群之中猛然回首，就在你屁股後頭跟着你，說不定有緣人就是這樣來的。所以多找一些出路。所以我們這位台灣大姐這個真是有福有福。你看4期的癌症，對，10年之後還活着，不管說任何方法，這都是奇蹟，世界級奇蹟。而且他不是第一位來到菩提得到這樣奇蹟的人。我們真的是聽過不少這樣子的案例了，師父那還用說呀？是就我們只有感恩藥師佛，真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那有人說人早晚都會死，對不對？那我多活10年幹嘛呢？可能是你呢過去積德行善。但是呢，那你說過去積德行善，可是這個時候得癌症呢，這是叫因果關係，你得癌症，是吧？
那過去的這個積德行善還不太夠，可是這個時候你突然你意念一轉，我要修行，說本來就判死刑了，可能6個月7個月就沒了，是吧？哎，佛菩薩一看你的真誠的心哈，你雖然80歲，那佛菩薩看你的時候就是小姑娘，是吧？說這個人還不錯，再讓他多活一段時間，啊，就是那種歡喜的，就像我們的禪境之中哈，看你頭上放了一個小火花，美麗的火花，說這個人一定是吉祥的。如果得了癌症也好，得了重症也好，一定會康復哈。如果我們看一個小孩在禪境中看着頭上放了個小火花的時候，說這個小火花將來未來一定是超級明星，就是這樣。所以在神的世界之中看人呢，他是和人看人是有些差別的。哎，你看就讓看上他了，就讓他多活，至少是這個樣子，看樣子至少是18年的。那這多好呀！啊，哎呀，就是開心的。上次我記着我們去那個台北禪堂，記着當時那個主管就給我指了，說：“你看那個老太太，她是不是精神奕奕？”我說是，他就給我講了這個師姐的故事。他就說這老太太天天來禪堂來修煉，來做義工。然後就告訴我說：“你知道她是4期癌症的患者？”我說：“不像啊，根本看不出來啊。”对，台湾太好了，我們認識好幾位哈，就是曾經的癌症患者，有超過5年的、10年的、15年的，還都健在的啊。當然是已經去世的，我們就不說了哈。但是確實現在還活着的，是真真實實存在的哈。對，這不是謊言的哈。對，但是確實有很多人癌症患者也沒好好修就走了，確實有。還是要好好修。要好好修哈。有禮物。好，感恩師父。好，咱菩提的普洱茶哈，怎麼喝都好喝哈。是，健康長壽。這個呢，你要想這個要健康，要長壽啊，還能夠身材還要好啊，身體要健康啊，壽命還要長啊，請喝菩提普洱茶哈。對，這個菩提普洱茶的喝的這個講究的秘訣就是現在買。但是喝的是之前買的啊，對，現在買的存起來放的越久效果越好啊。但是一般的按照這個國際食品法來說的話，他不希望你這樣子，說不要過期了有毒害之類的哈。但是這個中國產的普洱茶它就是有這種特徵，這是外國人理解不了的哈。對，所以呢，希望呢這位師姐呢，她是台北的吧？台北禪堂啊，還有很多奇蹟哈。對，她叫啥？若蘭哈若蘭師姐呢，能夠這個壽比南山哈天天開心哈，也希望台北禪堂呢能創造出更多的奇蹟哈。收到，感恩師父。好，那師父接下來還想給師父和網友們分享另一個故事，也是一位得以延壽的老人。這是來自新加坡的故事啊，寫這個故事的人名字叫黃燕鸞。他說：“我的父親今年84歲，屬蛇。隨着年紀漸長，身體逐漸衰弱。父親有高血壓與高血糖。在去年12月呢，父親因為心臟衰弱住院了。醫生建議安裝起搏器。雖然手術成功，但之後父親的身體狀況已經大不如前了。到了今年的2月，父親突然間就高燒、嘔吐。”還伴隨着劇烈的腹痛，再次被送進醫院。驗血報告顯示，父親的腎功能僅剩13%。由於他的身體已經無法排出這些毒素，病情就非常的危急。他因呼吸困難，被立即轉入加護病房，接受氧氣支持和24小時的洗腎。醫生直接告訴我們說：“你父親情況非常的危險，就算救得回來，也很可能要長期洗腎來維持他的生命。”醫院更為我們開了24小時的探病證，這通常只是發給病危、隨時可能離世的患者的家屬。那一刻，我全家人如墜冰窟。我立刻趕到新加坡菩提禪堂，為父親點了3盞49天素藥師佛金身的燈。回到醫院之後，我就把師父的袈裟書放到父親的枕頭旁邊，
還播放了藥師佛心咒。父親平日裡不曾念佛，但那天他聽到佛號，竟然淚如雨下。原本灰白渾濁的眼珠，1個小時後竟然變得清澈起來。由於父親喉嚨插管無法說話，我就引導他要在心中跟隨師父默默念佛號。沒想到僅僅3天之後，父親的高燒退了，嘔吐和腹痛也消失了。更奇蹟的是，複檢的時候，他的腎功能竟然恢復到接近正常水平，醫生判斷不需要再洗腎了。醫生們都非常的震驚，說這種情況在醫學上極為的罕見，幾乎無法解釋。但我們全家心中明白，這是塑佛金身的功德，加上佛菩薩的加持，才能有這樣的奇蹟。感恩師父，感恩佛菩薩。這一關度過了，命運又拋來新的難題。不久之後，父親被確診為肺炎，他開始咳嗽。醫生鄭重地提醒，老人一旦罹患肺炎，非常的危險，很可能隨時都有危及到生命。那幾天，父親的狀況很不穩定，一會兒頭腦清醒，一會兒神志混亂，有時候會說一些奇怪的話，比如我要燒金銀紙，然後去上班，還有後天我要回家了，也還說他看見了他自己往生的姐姐和弟弟。後來，父親突然間對我母親說，他想念經，還有想見我。當我趕到醫院的時候，只見父親神情焦急，語氣卻非常的堅定地說，我要還錢給一個馬來人。我們全家都愣住了。父親一生為人正直，從不欠人錢，怎麼會突然說欠一個馬來人錢呢？這時候，我就想起母親曾經悄悄告訴我一件往事，在父親大約20多歲的時候，曾經與一位馬來人發生過衝突，具體情況我也不太清楚，但或許當時有過傷害。我心頭一震，難道父親口中所說的馬來人是他的冤親債主嗎？父親很認真地對我說，你說吧，要怎麼做，我全聽你的。我整個人都愣住了。父親一生強勢，什麼事情都由他自己做主，從來沒有這樣的態度過。我馬上抓住機會，把師父教的道理和方法都告訴了父親，教他懂因果，要懺悔，要為冤親債主做功德。父親聽完之後，竟然點頭同意了。隔天，我立即到新加坡禪堂，用馬來人的名義為父親的冤親債主塑藥師佛金身。沒想到的是，那天晚上我就做了一個夢，夢中出現一個高大壯碩、皮膚黝黑的男子，身穿襯衫與長褲，面色嚴峻，毫無笑容。在我意識中，我深信他就是父親口中的馬來人。他開口對我說：“燈還不夠。”我正想追問，卻忽然間驚醒起來。不料隔天晚上，我又一次夢見同一位男子，依然表情嚴肅。他這次說得非常的清楚，你還需要點2盞49天的大燈。這一次，我心中再也不敢輕視了。於是，我立刻上菩提禪修學院網，為父親的冤親債主供燈。點了3盞49天之後，奇蹟就再一次發生了。父親的咳嗽明顯的減輕，幾天後，折磨他那麼久的肺炎完全就好了。醫生驚訝地說，他的恢復完全不合常理啊！但自那以後，我再也沒有夢見過那位馬來人。我們深信，那是因為父親的冤親債主得度，父親的病情才能徹底穩定住。9天過後，父親順利出院了。最終，他不僅不需要洗腎，肺炎好了，也不需要再服藥。至今，他依然健康穩定，甚至還能夠自己到市場去喝咖啡。今年11月16日，新加坡禪堂剛剛舉辦了盛大的七彩巨幅藥師廟會。那天，我們全家就陪父親一起參加，看着他神采奕奕地接受佛光加持，我們真的非常的感動。
父親能2度跨過生死難關，靠的不是運氣，而是佛菩薩與師父的慈悲護佑。我由衷的感恩師父，感恩佛菩薩。太好了，這來自新加坡的網友哈，他的父親也是2次生死劫難吶，對，都是因為在佛前供燈、塑佛金身幫助父親度過的，對，就非常的神奇。那今年你看，父親他是84歲，84歲其實是本命年，是他父親屬蛇的嘛，然後今年年初就開始，就是有身體的這些疾病啊，住院啊，然後本來還要洗腎。就是醫生說，你父親好了之後還要長期洗腎，因為他就身體太多毒素了嘛。那結果呢，他供燈之後，父親這個就好了，然後結果呢，連那個腎指標都恢復到正常，就不用再洗腎了。這多神奇啊！就醫生都覺得不可思議，就是腎臟本來一個老人心衰、腎衰、急性腎衰竭，对，就變成13%了，腎就基本上不工作了。然後就點了燈之後，怎麼就自己就恢復了，腎就正常了，以後也不用洗腎了，就好了。這不可思議哈！是，咱們真沒法解釋。對，這神靈的事情啊。是。對，真是奇蹟。對，那父親後來呢，這個又得了肺炎，真的是這一波剛平哈，一波又起啊哈。對，84歲不容易度過哈。然後得了肺炎，醫生也說你這老人這麼弱的身體哈，得肺炎容易引發這個生命危機。父親也確實開始看到一些東西了。看到往生的兄弟姐妹呀，然後自己就說我要回家了，我要回家了，開始說一些這樣的話了。就總看到那個已經去世的一些親人哈。對，其實不好。這個對於這個得病的長輩來說啊，就是一個危險信號，這個大家記住哈。對，他總是那樣。還有一個是說，我也想回家鄉看看。老人哪怕沒得病，比如說你在國外或者在某個大城市哈，那從小他出生的是在某個鄉下。老人上點歲數，尤其過了70歲之後，就是說，我想回我老家看一看，看看我那些老姐妹、老兄弟。這個時候大家要小心，就有可能是一種落葉要歸根嗎？要記住我說的話哈，不是我詛咒，是一個我們觀察到的現象，它就容易出事兒，就是容易出現那樣的問題。還有一個再就是時常半夢半醒之間，就好像看到了他往生的一些親人，這個非常危險。或者你就是經常夢到，或者你的親人總是叫你來吧，跟我一起走吧，這都是挺危險的。這趕快得點燈做功德。對，趕快求佛菩薩給保住啊。對，那當然也有個問題是說，點燈管不管用的，就自己試試看吧，好吧？對，只能這麼說，真沒辦法。是真的愛自己的父母，就趕快努力啊！對，你都有親人嘛，就是你父母往生過，你整個過程你是陪伴的。我說的對不對？你說對不對？你經歷過的這樣的一個生死攸關的親人這個現象，我說的這些現象，每個親人要走之前都有這樣的現象。所以這個要大家記住這樣的一個經驗吧，哈。你看這位老人還夢到說那個馬來人啊，這是一種說法，說這是他年輕的時候和這個他成為馬來人的一個人之間有過爭執，那這個馬來人是不是去世了呢？或者是不小心開車的時候誤撞死了，都我們就想嘛，為啥這麼說呢？這個馬來人應該已經不在人世間了，他不在人世間之間。可是與他有沒有關係？都是有可能的，有關係。但有很多人並不是故意殺人，不是說我故意我和他有仇殺了他。有很多開車的不小心吶，或者工作中某種失誤的操作，等等的，都可能會造成他人死亡。你想一個醫生這一生如果行醫，尤其是重要的疾病，比如說腦部疾病、什麼腎臟或者心臟疾病的。就是誤開藥或者誤診或者拖延時間導致病人死亡的這種幾率有多少呢？非常多。有很多說我不管你是誰來了你就給我排隊，對不对？你今天你到一個不是知名的醫生面前，那時候我們在中國，後來我去台灣醫院我去看，
每一个科室外头那個椅子，走廊那個兩排那個椅子哈，人都擠滿了，就等着。不知名的小醫生，就徒弟學生，這個醫生哈，徒弟的醫生，都是門口排滿了人，啊，整個搞的就是這醫生啊，每天都忙不過來，哎，所以有很多病情就是耽誤在時間上，甚至還有誤診上等等的很多這種事兒，所以你造成了他人的這個死亡的時候，你心裡會留下陰影，甚至覺得那個東西就在折磨你。所以，哎，這位老爺子就有這個現象，哎，他就感受到這個曾經這個馬來人和他有個糾葛的馬來人之間和他有些問題，會騷擾他，乃至讓他到年老之後哈，得了病弄不好就會隨時要命，所以他趕快得還債，對，所以他的孩子講得很清楚哈，這老爺子誰都不服。完了之後，在家裡永遠都是自己說了算，後來還是女兒的禱告下哈，完了之後，老爺子終於鬆口了，聽你的，你說吧，怎麼辦？真挺好哈，最後是女兒教着爸爸懺悔，然後去做功德，對，哎，最後女兒還夢見了這個馬來人，對，夢見了2次，就按照馬來人說的，給供了3盞49天的燈。哎，最後父親的肺炎就好了。是。就從這個案例，咱們就說哈，就是人在臨死前哈，別欠人債，對不對？你就是說他和你沒太多關係，你拿了他錢就跑了，或者你給這個建築工地打工，對不對？哎，看那看守的人，其實你真想偷的話，你是有機會的，沒有人死盯着你，因為不知道你是個賊嘛，偷了東西就走。有的在那個人家那個餐館廚房幫忙哈，把重要的什麼海鮮什麼東西偷走，貴重的東西偷走。如果說你在首飾廠幫忙呢，你把金銀珠寶給偷走，對不對？所以某些電影上演的是說，來張嘴喊，嘴裡有沒有含着寶石啊？測量身上有沒有帶金屬？那偷的人想方設法，對不對？在皮鞋裡頭啊，是哪裡頭，指甲蓋裡頭啊，都弄些金粉進去，回家拿水沖一沖，對。都有，所以家裡是幹啥的，就容易存着什麼貨，是不是啊？這個貨是偷來的，將來是要還的，對不對？那我們說更深一點哈，如果你偷道場的東西的話，麻煩就大了，對，那你造業的話，就是1比1萬的報應就來了，對不對？那你偷道場的話呢，就1比10萬就來了。可能某些護法神的鬼就來捉你來了，對，所以有很多人在一些道場裡或者給神服務的人，如果造了這些業，偷拿了這些東西哈，那可能將來報應就很大，死得很慘啊。這個還是，這是我們一個感慨的一個給大家提示一下哈，他這故事還真挺好的。是。所以師父提醒的對，就是還活着的時候能還就要趕快還債啊。這父親你看，這女兒替他該還的還了債了，這個生死劫就過去了，還能繼續的活着。是，要還債。對。你別把債帶到未來哈，帶到未來世。那更多了。還有的時候你今世還不了，來世接着還，他不斷往上加高利貸哈。子女還幫着還。還有的時候子女，這個債會落到子女身上去。道場的這些財是用不得的哈，所以有很多的債是子女跟着一起受罪，一起還。還債不是簡單的還錢哈，有時候又是用命還錢，是這樣的哈。所以有很多欠人的那種大的那個債，就是讓你孩子的壽命來抵進去，你自己想要這個債要不要還了？對呀，要趕快還，都很麻煩哈。所以有禮物哈，感恩師父。新加坡禪堂哈，能夠非常好的利益眾生哈。你看讓這麼麻煩的事兒哈，都能夠，咱們新加坡的咱的藥師佛哈，能夠這樣幫他，多好啊！穿上這個是純棉的啊，八卦衫哈，這個穿上之後人身材顯得好啊，漂亮帥氣。是。
這個就給老父親。降龍梯序。哪一个？降龙梯序这个哈。降龍梯序紅色的哈，我是說了，本命年的啊，對，沖犯太歲的哈，還有晚上睡不好覺的，穿這個衣服哈，哎，睡一個人要請上幾件哈，哎，有時候晚上穿也需要白天也有穿的哈，非常必要哈，能給你保駕護航，護佑你，好吧？好，祝福新加坡這個黃師姐黃燕鸞哈，全家幸福吉祥如意，老父親壽比南山啊！收到，感恩師父。好，那接下來再給師父分享一位來自美國舊金山的 Mary 啊，她說藥師佛化解三難，哎，這個故事，她2020年呢，她說我被診斷出患有腎結石，短短5個月內做了3次手術，意外的是有一塊特別大的石頭從腎臟掉進了膀胱，那這塊石頭呢，竟然在膀胱裡待了整整3個月。醫生警告我說，這塊石頭如果堵住排毒系統的管道，毒素將無法排出，會迅速地滲入血液，造成四肢壞死。這種情況下，如果不截肢，就可能會喪命。我親眼見過與我病情相似的人，因為毒素擴散得太快，四肢被截去。這是我這輩子聽過最可怕的事情之一。而我還算是幸運的，儘管那個石頭在體內存在了3個月，卻沒有發生那個最壞的情況。最後呢，由第3次手術取出來了。可是手術之後呢，我身體出現了一個嚴重的問題，我的雙腿就開始特別的寒冷，一年四季都寒冷刺骨，就像是踩在冰塊上。我穿再厚的褲子、鞋子都沒有用。雙腳總是冰涼發冷，腿像灌了寒氣。晚上如果沒有電熱毯熱腳，我根本沒有辦法入睡。這4年來，我求遍中西醫，吃了數不清的中藥，症狀只是稍微有一點點緩解，根本沒有辦法說治癒。2024年的10月，剛好是藥師佛聖誕的時候，有一位佛友告訴我，舊金山菩提禪堂是一座藥師佛的道場，我毫不猶豫的就請他帶我前往。當我走進舊金山菩提禪堂，跪在藥師佛的法像前，我的內心湧現了一股難以言語的感動與希望。當場我就許下了心願，我要發心一生供養藥師佛，祈請佛菩薩慈悲加持我。從那一天開始，每個月我都會固定發心供養舊金山菩提禪堂藥師佛的道場，希望能幫助更多像我一樣的人。每次去禪堂，只要看到需要幫忙的地方，我都會主動出力。我還從禪堂迎請了藥師佛回家，每日都在家中虔誠的禮佛念佛。真正的改變一點點的開始發生在我的身上。不可思議的是，1個多月後，我突然發現我的腿腳不再冰冷了。那一天，我站在廚房，忽然意識到，怎麼腳底是暖的，小腿也是熱的。我愣在原地幾秒鐘，然後眼淚就掉了下來。現在1年多過去了，我的雙腿完全正常，連冬天都不會冷。醫生見到我都說，真是太不可思議了，你怎麼突然就好了呢？我心裡明白得很，這是藥師佛的加持，是金菩提宗師的慈悲護佑。還有一個讓我喜出望外的好消息，我10年的綠卡早已經過期了。它在美國綠卡就是美國的這個永久居住證。那我重新辦後呢，卻一拖再拖，4年我都遲遲沒有收到。沒有綠卡，我出不了國，辦事的時候處處受約束。我還請了律師幫忙，可是完全沒有進展。直到2024年在藥師佛的法會上，我點了一盞藥師佛49天祈福滿願燈，我把這件事寫到了我的願望中。法會後的短短3天，我突然收到了通知，我終於拿到了盼望已久的綠卡了。那一刻，我激動得熱淚盈眶。4年來煎熬等待的綠卡，就這麼在我點燈祈願後，奇蹟地降臨了，解決了困擾我多年的要命的問題。還不止如此，
我自己開的店鋪也在幾個月來遲遲無法取得營業執照。到2025年1月前，如果再沒有營業執照的話，我就會被迫停業的。我又一次點燈，祈請藥師佛加持。結果呢，就在2025年，也就是12月26號的時候，營業截止的前4天，奇蹟發生了，營業執照批下來了。他這個應該是2024年是吧？對，他這個應該是2024年哈，師父。2024年的1月到2024年的12月26號，營業截止的前4天，奇蹟就發生了，營業執照批下來了，3大難題接連化解。這一切的轉機，都是從我踏進禪堂發願供養藥師佛、點燈祈願那一刻開始的。我發自內心的感恩藥師佛的慈悲加持，也無比感恩金菩提宗師的慈悲加持護佑。是師父讓我走上了光明的道路，是佛菩薩讓我重新找回健康、力量與希望。希望更多有緣人能認識藥師佛，走進菩提禪修，改變命運，重獲新生。這一位 Mary 哈，來自舊金山禪堂，也是非常的幸運，藥師佛幫他解決了3大人生難題呀。太重要了哈。他首先呢，他是這個之前他是有腎結石哈，腎結石呢堵在了他的膀胱裡，待了3個月，才取出來。取出來之後，他就出現了一個，就是這個2個腿和2個腳像寒冰一樣。人家說寒冰掌，他可能是寒冰腿啊。就是晚上睡覺就是沒有熱毯子啊、熱電爐都睡不了。就是4年了，求醫問藥都沒有用。這很嚴重的問題。對呀，這也是。可是來到有一次，他聽說舊金山有我們菩提禪堂是藥師佛的道場，正好參加了藥師佛法會。然後他也是在藥師佛的這個像前哈，很感動，當時就發願要一生供養。結果之後沒多久，1個多月，他的這個4年來的這個寒冰腿就完全的好了。他突然就有一天，他就感覺，我的2個腿是熱的，我的腳也是熱的。這個確實也是不可思議哈。對，因為它不是個要命的問題，但是這個在醫學上沒辦法解決啊。對，是啊。你看在美國的應該醫療科技是很發達了，解決不了的。对，他這個中西醫都看沒有用，藥師佛幫忙了。是啊。對，他這個是不是血液循環都循環不到末梢了，就是腿都循環不到了，所以才会那麼冷。我們因為不是醫生哈，直白的說就是你這個，因為心臟是在上肢嘛哈，所以尤其是很多女士哈，上點歲數，那個腳啊就是冷的。再加上她有這個病嘛，對，能量傳不過去。但是呢，去許願吶、點燈啊之後啊，它就改變了。是。這真的是太神奇了。真的神奇，就1個月，他也就是去許了個願，說我一生要供養，其實就是剛許了個願，他還沒有一生的嘛哈。對。但是他也開始做了，來禪堂有活的地方他就去幫忙，然後每個月呢他都會發心，這樣子啊。這個手腳冰涼的事兒哈，不是誰哪個醫生都能解決的，是很難解決的問題。對，幸運哈。幸運，對。那第2個就是他那個綠卡哈，是。你正好現在川普總統當總統嘛哈，這個正是給卡住了很多偷渡到啊什麼各種方式去了美國沒有身份的人哈，都給擋住了。很多人給送回國，還有的比如說巴西的吧，他給他送到墨西哥，先關起來再說。他很多亂關，反正趕出美國，要不然抓去坐牢。就是這樣，再加罰款。這個弄得在當今哈，這個綠卡沒有拿到，其實非常的不安全了。是。人家呢也是求佛解決了，點燈了就解決了幾天之內，3天後收到了4年一直沒收到的這個通知4年，整整等了4年。在美國等4年拿綠卡哈，是非常快的了。已經非常快了，是很多等10年都沒拿到，所以這非常幸運哈。對，你就是當你作為移民來說哈，如果拿不到這個綠卡，就是永久居住證哈，
那個是不行的。拿不到永久居住證就麻煩了，有一天說不定會被遣送回國，或者是關進監牢，都是有可能的啊，很危險啊。因为没有身份嘛。对，這是個現實問題啊。對呀。是美國政府說你沒有正式身份不讓你工作，是哪一家單位僱傭沒有身份的人，他會抓住會罰款的，對，罰得很嚴重的。所以你看這麼重要的事兒辦好了，對，還營業執照，對，哎，本來也是沒有了，到期了，是說臨到期，如果過了期呢，過了1天就可能有政府人員給你封了門，對，無照不能開呀。對呀，你又飯碗也沒了呀。是，所以你看多好啊，是也是點燈，就是2、3天的時間就到了，對，人家拿到了。那時間很關鍵啊，他就是截止前的4天。就收到就下來了，本來1月份就要關門了，12月底就收到了。哎呀，這個很驚險哦。這個我沒有別的解釋，只能是說感恩藥師佛哈，是佛光加持啊。對呀，這佛護着你，這個真的叫遇難成祥。是那句話就來了哈，消災延壽，遇難成祥哈。真厲害。太好了。哎呀，這個 Mary 也是很幸運哈，被藥師佛護佑着愛着。是這個太好了哈。好，那咱們給他禮物。好，感恩師父。師父。好。接下來26年就要到了哈。哎，咱菩提的藍色的衣服哈。哎，藍色的八卦衫，又透氣，還呢速乾。哎，我穿上它，我真的試驗哈。它真的沒有臭味兒。你說很多衣服，哪怕是大名牌哈，哪怕非常。那比如說1、2千美金這麼一件衣服的，那國際名牌穿上不臭算怪的。那你的汗味能不臭嗎？穿這個衣服哈，就沒有臭味，它就奇怪了。清爽，而且容易洗還，而且我穿的時候沒有發現有靜電哈，還真挺好的。對，所以呢，哎，這位 Mary 哈，送給你哈，希望你笑口常開。壽比南山，幸福快樂。收到，感恩師父。好。好，今天咱們借這個非常偉大慈悲的這個藥師佛的聖誕之日哈，我們呢有什麼心願哈，心裡頭默默的呢，哎，告訴佛，你也可以默默的呢在這裡寫出來哈，告訴我啊。那佛也同時也就收到了，但是呢，我們有些講究，在有一些比較敏感地區的人呢，為了大家的更幸福、快樂、安全哈，寫名字的時候還是之前我講過無數遍的哈，你就寫人家這個小名就可以了，他這個名字當中有1個字就夠了，好吧？哎，你就是不要去讓別人，你給人祝福啊，但是給人帶來一些麻煩哈，因為每個國家的。對於宗教啊、信仰啊、修行啊，它這個法律還確實是不太一樣的哈，所以你還注意這個。那違背在我們這個網絡上違背這個概念的人，你的帖子將會被刪除，你的留言被刪除哈，那多可惜啊！所以一定要守規矩哈。你寫個小名，佛菩薩都知道；你自己心中寫的，比如張三李四張大媽之類的，你寫 ABCD， 他們佛都知道，好吧？你改個名字都可以的哈。所以別實打實往上寫，好吧？都嚴重要求哈，因為今天很多人留言的時候呢，在敏感地區的人寫的時候就開始亂寫了，哎，那你又幫人又變成害人哈，這是不對的。說你的發心也要正，好吧？哎，這個因為心靈的東西我們都會有感受哈，說你發心要正哈。好，那除了敏感地區的人呢，信仰自由的國家地區呢，那我相信哈。那你這個接下來在誦念的時候哈，藥師佛的聖號大名心咒，一經過你自己的嘴和耳朵去歌誦的時候哈，就求啥得啥，求健康得健康，求長壽得長壽，求財富得財富，求美貌得美貌，求姻緣得姻緣，求金元寶得金元寶啊，求啥就來啥，求好工作沒問題，就送你好工作哈。所以大家就是記住哈，真誠用心的誦念。好，我們準備開始了。
他被看見，被看見，馬哈被看見，人在沙漠，卡迪索哈，天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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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看見，被看見，馬哈被看見，人在沙漠，
嘎的梭哈，电塔红贝看着，贝看着，玛哈贝看着，兰扎萨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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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的梭哈，电塔红贝看着，贝看着，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모 가데소하 벤타 헝베칸제 베칸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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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모 가데소하 벤타 헝베칸제
吽贝堪遮，贝堪遮，玛哈贝堪遮，兰扎萨摩，卡迪梭哈，殿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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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吽贝堪遮，贝堪遮，玛哈贝堪遮，兰扎萨摩，
嘎地梭哈，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玛哈贝堪则，兰扎萨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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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嘎地梭哈，殿塔吽贝堪则，贝堪则，
마하베칸제 란자사무 가데소하 디엔타 홈베칸제 베칸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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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마하베칸제 好，大家合十，感恩大慈大悲药师佛。好，收到我们所有的愿望啊，佛菩萨一定会保佑我们去实现我们美好的心愿。我们一份真诚的诵念，佛菩萨一定会帮我们的。接下来香可。师父，感恩大慈大悲的药师佛的加持，也是今天在这样一个非常殊胜吉祥的药师佛圣誕。感恩师父。在今天这么吉祥殊胜的药师佛圣誕呢，我也想向全球的网友朋友们来隆重的推出師父的新書，打開所有的心結，已經在我們菩提禪修學院網上正式發布了。太開心了，真的。好，太好了哈。對，我們期待已久啊。對，那大家呢就趕快上線去迎請哈。那也是非常感恩師父，我們在學院網上所有的優質客戶優質客戶就是我們的金卡會員、銀卡會員還有紫銅會員，都會獲得免費的這個贈送的這樣的不同產品的書籍。哇，那我可以先簡單介紹一下哈，大家到這個學院網上請購的這樣的一個流程。好，我們先去到這個菩提禪修學院網的首頁。來，那這一次我們發布的這個書籍呢，是有聲書和電子書兩種類別的。好，到菩提禪修學院網的首頁上之後呢，我們下滑，往下滑。好，然後我們就能看到金菩提宗師新書發布這樣的一個圖片哈，我們點擊這個圖片就進入到了有聲書的這個產品的這個頁面。那然後我們再下滑呢，我們就可以看到
可以選擇中文或者是英文哈。目前我們推出這2種語言，那我們選擇我們所需要的語言，比如說選擇中文，就會進入中文有聲書的頁面。這個時候我們再往下看哈，在這個產品的頁面下，我們就可以看到3類的產品啊。第一類呢，就是有聲書和電子書的下載哈，我們同時可以獲得聽，每天想聽什麼時候聽就什麼時候聽，想什麼時候看就什麼時候看哈。這2種電子這種出版物的同時下載哈，12.8美金。那第2類呢，就是有聲書音頻的下載啊，$8。那第3類產品呢，就是有聲書的一個租閱哈，3個月90天內有效，我們可以在線聆聽，只要$1.99。師姐，我替網友們問一個問題哈，好，這個下載跟這個訂閱的那個差別，就是說，如果說我下載這個音頻和這個 PDF，我就放到我手機裡、電腦裡，然後隨時都可以，就不用那個 data， 不用那個瀏覽那個數據，對，都能看到，不需要網絡呀，对，不需要什麼那個他們那叫什麼，就不受網絡的限制，不受 WiFi 的限制，对就是沒有連接網絡，照聽不誤。沒錯，這樣對，比如說你坐飛機想聽也能聽，對，是這個意思。而且很方便。對，而且你就在你的電腦和手機裡就永遠擁有了這個書了。對，隨時聽。是的，是的啊，對，所以呢，要感謝香可的提問哈。所以我們前2款產品都是可以下載的哈。第一款是不光能下載聽的有聲書，還能下載看的。哦。連聽帶看都行，對，都可以，就能看到書的每一頁的這個頁面的設計啊，哈，其中還有一個想劇透一下哈，師父我們裡面還有黃財神的唐卡，特別的美呀，師父給這一次這本書呢有黃財神的大加持，對，我還誦唱了這個黃財神心咒。是，對，就在書裡頭哈。對，如果你買了的話呢，就立刻就打開可以聽了。对，跟着一起學着誦念哈。總是希望大家能夠活得富裕一點哈。對。是，黃財神也是加持我們哈，我們要富裕有錢，我們才能更好的修行。對，學習佛法，讓自己能夠真正的獲得覺悟。好，那我們再繼續看哈。剛才我們看到有3種這樣的類別哈，那比如說呢，我們就選我們想要有聲書和電子書的這個下載，我們都想要哈，我們就點擊立即購買。好，點擊完了以後呢，會跳出一個溫馨提示啊，因為這些都是電子出版品，所以呢，我們不提供這樣退換貨。我們確定以後呢，我們就選擇我閱讀同意購買了。好。然後呢，我們就到這個付款頁面哈，就是像平時一樣輸入我們的這個付款信息，然後提交就可以了。對，好，這個頁面呢，我們可以稍微放大一點哈，大家看到它有一個打開所有的新節有聲書優惠券，哈，就在付款的頁面。這個我們系統呢也是自動設計的，就是如果我們是優質客戶的話哈，比如說我是紫銅會員，那我選擇這個199的這個書籍這個購買的時候呢，我就會得到這樣一張優惠券，我就可以免費獲取這個產品。那如果我是銀卡會員呢，我呢點那個8塊錢的那一款產品，我在購買的時候也會得到一個優惠券，也會免費獲得。對，那金卡會員呢，我就一定要選12.8的那個最高級別的產品哈，因為我的優惠券是12.8的優惠券。我選擇那個，我就會免費獲得最高級別的那一款產品。太好了，那我要怎麼檢查說我的那個優惠券的那個級別是什麼？這個也是好問題哈。一般我們可能會知道我們的這個客戶級別，如果不知道呢，我們就去到這個菩提禪修學院網頁去看一下哈。來，我們再到這個網站。對，在右上角我們看有一個皇冠，有一個皇冠，這個皇冠你一點呢，你就看到，這個現在我們給大家展示，這是一個紫銅客戶哈，在上面大家就可以看到，我的福利這邊點進來，對，然後再往下點到我的福利呢，往下看哈，下滑下滑，
哎，对，這就有不同的優惠券了，是不是啊？那這位客戶他已經使用了，但我們可以看到有一個打開所有的新節有聲書優惠券，哎，1塊9毛9，他已經選擇使用了。太好了，那網友們趕緊上去看看了。對，也非常感恩師父給我們這個福利。是，所以我們所有的優質客戶都能夠免費享用到這個有聲書。哎，這多好啊！是，你等于没花錢就得到了。哎呀，就是好珍惜呀！哎，真好。好的。那我們再給大家介紹一下，香可呀，我們再給大家介紹一下，如果在手機上，怎麼樣能夠下載？就不同的手機。對的。對，因為現在我們可能很多的網友都是在用手機來聆聽或閱讀的。對。好。像剛剛師姐介紹的，就是我們那個8塊錢和12塊錢的那個配套呢，都是能夠下載檔案的，就是下載音頻啊，或者下載音頻加上那個電子書。那就是我們付款圓滿之後呢，就是它往下滑，它就會有一個這個訂單這邊，你可以直接點擊進入然後點擊進入之後呢，你再往下滑，它就會有一個下載的這個頁面。我現在就說的是這個用蘋果手機 iPhone 的這個方法哈。那你往下滑呢，它就會有一個這個在線閱讀或者文件下載，這個你都可以點。就是在線閱讀呢，就是說你需要有那個網絡的時候，哎，你才能夠去閱讀它。那如果你想把它放到你的自己的手機裡面呢，你要點文件下載那你點完文件下載呢，它其實就會出現你這個我們5號這邊的這個文件。那這出現這個文件呢，你就要點擊下邊的有一個按鈕。我們往上看，我們不要跳太快哈，往上看，對，就是那個5號那邊，我們放大一下，對，你點開這個文件，你就有這個按鍵，你往左一點，對，這個，好，好，那我們點擊這個了之後呢，我們到下一個頁面，對。到下一個頁面呢，就是像我們平常儲存這個 PDF 文件一樣，我們可以就是往下滑，它就會有一個選項說儲存到文件。那我們點擊這個選項呢，再點擊右上角的那個儲存，就可以儲存這個文件到我們的那個iPhone 的 Files 裡面，就文件夾裡。文件夾裡面。對，就是經常使用 iPhone 的人呢，你們就會知道，你們手機裡，我們都有一個叫文件或者 Files 的一個 APP。那在這個 Files 裡邊呢，我們只要點選它，那我們已下載的檔案就會在裡邊，我們就能夠離線，就是不需要網絡，也不需要數據也能夠去隨時都能夠讀我們這個書本。你現在說的是用蘋果手機？對，用蘋果手機的。对，因為有些人都在不同國家或者用着不同的品牌的手機哈，很多中老年朋友不太知道哈，就是實際上就分公開的銷售的手機中分2種類別。對，有蘋果。像蘋果呢，它是一個獨特的類別，它和別人不合作，但它整個那套系統程序是獨立的，所以用蘋果手機的用剛才那套方法。對。那其他手機的，包括什麼三星啊。什麼日立呀、索尼呀、什麼等等的哈，還有一些品牌我們用過的哈，很多牌子的手機了哈，什麼愛立信啊這些，都是用的不是蘋果手機，它叫安卓系統的，就是除了蘋果手機外，都屬於另外一種手機。對，是的。那其他不是蘋果手機的哈，都是用接下來要講的你的手機模式哈。好，我們接下來再講講安卓哈。但是我們先給大家再介紹一下，剛才講的是就是下載這個 PDF 檔案，就是這個就文字的這個PDF 檔案到你的手機上。那現在我們就再演示一下，如果你是用蘋果手機，你想下載那個音頻檔案到你的手機裡。其實也是很相似的方式，就是你付完款之後呢，你在你的那個網頁上能夠查到
你可以下載的那個地方然後你就點擊這個有聲書下載、聲音下載，那就會再跳出一個視窗，那一樣也是點跟剛才一樣的那個這個小圖標，就是一個方塊加上一個箭頭往上的這個圖標。那你點完了之後呢，你就把這個音頻也儲存到你的文件裡，就點儲存到文件，然後之後你要尋找這兩個檔案，你不是已經下載了 PDF 檔案，又下載了這個音頻檔案嗎？你就可以到你手機裡的文件 File 的這個 APP 裡，對。那你點擊了之後呢，你就能看到你剛才下載的兩個檔案。你看一個那個 PDF 的，就是文本的，還有一個就是可以收聽的一個音頻。那這個都是因為你已經下載過了，所以以後像你坐飛機啊，或者你沒有網絡的情況下你也能夠去收聽收看這個有聲書。好。那感恩師父剛剛提醒哈，就是這個都是 iPhone 手機操作的那個方法。那接下來給大家簡單講解一下，就如果你是用其他品牌的手機，用安卓系統的話，你要怎麼樣的去下載這個檔案？一樣就是上面的那個步驟都是一樣的，就是你點擊文件下載，點擊了之後呢，我們到下一頁，它就會就是會下載中，然後會跳出這個視窗，讓你要打開這個文件，這一邊這個是安卓手機的哈，那你打開這個文件的話呢，我們到右手邊，不是上一個，對，我們就在它就會再出現一個視窗，問你要打開與用什麼樣的軟體去打開。那你可以選擇你平常用的，像那個Samsung Note 像 Google Drive 都可以对，你就把它先打開。那你打開了之後呢，我們到下一頁，我們就把它存到我們的安卓系統裡面呢，不叫 Files 了，它叫我的檔案。對，那你就點擊我的檔案，然後你說你要儲存為文件，它就會在那個出現在你的這個我的檔案的這個 APP 裡，然後如果說呢，你用安卓手機，你想要下載那個音頻的話，對，一樣哈，也是點聲音下載。那你點聲音下載之後會彈出一個視窗，對，那你彈出這個視窗了之後呢，有一些人他可能會需要做額外的步驟，就是你的視窗的右下角會有這個三個點，這個菜單。那你點了這個菜單之後呢，你要再點下載，點下載，然後我們到下一頁，然後它就會下載到你的這個是我的下載清單裡面好，那你就會下載到你的下載清單裡邊，那你隨時就能夠離線的去聆聽，好。那就是非常推薦大家哈，如果這個步驟你覺得有點搞不定，那你可以去禪堂，那邊有很多年輕人啊，還有熟悉用網絡手機的朋友們，這樣老人家你們可以去到那邊，會有專人可以幫着你去把這個檔案下載到你手機裡。這樣的話呢，就是因為現在幾乎手機每個人一個嘛哈，你走到哪裡都可以聽，就是如果你把它全12塊多的全買下來的話。就是你在哪裡，不管坐飛機也好，也就是當沒有網絡的時候，只要手機有電就能聽，就是這樣，能聽能讀哈，還是比較方便。是的，是的。對，那有很多在線聆聽，比如花1塊9毛9那個呢，你得有網絡，在有網絡的情況下你才能聽，這樣其實是不太方便。而且只有90天的那個聆听時间。对，90天。是。对，你想重聽的話，就可能。就不方便了哈。是。对。所以感恩師父對，那我就是再給網友看一下哈，我們現在這個菩提禪修學院網上，等我們購買以後呢，因為我們這個設計的結構有所改變哈，會讓大家特別方便的能夠找回到我們之前買的這個書所以我們再看一下那個界面。對，如果你已經選擇了這個購買我的這個有聲書之後呢，
对，我們就可以看到這個界面哈，上面現在我們新增了一個課程介紹。這個課程介紹呢，我們點擊之後進入，對，我們所有購買的在菩提禪修學院網上所購買的這個音頻啊、課程啊、教學啊，都會在最近這裡面出現。哦，這樣很方便。對，這樣大家就非常方便的使用哈。包括如果我們在手機上的話，一樣也能看到的哈。就大家記住要去點課程介紹，就可以找回到我們購買的這些有聲書，然後點擊進去，就可以繼續聆聽啊、在線觀看啊，或者是線下的這個下載都可以。那師姐，如果我之前還購買過，比方說我們的網絡課程，對，它也會出現在這裡。會的，所有我們上過的課都會出現在這裡，就像是一個我們的歷史記錄一樣的。這很方便。對，那我知道我們那個學院網哈，還有很多這個大家可以單獨學習的內容哈。對，有的就要付一點費，因為我們做這些事情都是花錢雇人哈。或者購買這個相關網絡的這些用的用具啊，或者租赁人家的東西哈，它都是有費用哈，所以給大家会象徵性收點費哈，所以你就上去可以去學習哈。所以我們在學院網上頭有很多可以單獨學習的內容。對，而且在不久的將來，我們還會陸續推出很多非常精彩的內容啊。等到時候我們再給大家介紹，好嗎，師父？好的。期待。感恩師父。感恩師父。好，還非常感恩哈，這個一直支持我進行網絡弘法的所有的朋友們哈，大家常年很久的來支持我哈，這個是不容易的，因為幫人一次很容易啊，幫這個10年、5年、20年是不容易的哈，所以這種持久性來說，這個非常重要。所以我也祝願一直在支持我網絡弘法的所有的朋友，無論去我們各個這個網絡系統之中哈，慈悲音好，還有禪修學院也好，無論是供燈啊，還是請購法物啊，應該說也對我都是支持，因為我多少會故意的保留一點利潤哈。還有呢，就是到這個語書房來進行贊助，我的弘法行為的所有的朋友呢，的健康長壽，壽比南山，消除一切災難，事業有成，大富大貴，婚姻幸福圓滿，感謝哈，咱們下次的好，我們下一期直播的時間先給大家預告一下。是這個週日台北時間11月23日晚上6點，那北美溫哥華時間呢11月23日凌晨2點。那這是一期非常非常特殊的直播，非常特別相信是大家都很關注的話題。現在對，與明年有絕對的關係哈，明年的與明年有絕對關係的話題哈，所以說一定要來聽哈。好，大家都一定會非常喜歡的。好，哪一天哪一月再說一次？這個週日11月23日晚上6點鐘。就這個週日哈。23號。對，台北時間晚上6點鐘。好，那咱們週日的直播再見，謝謝大家，大家晚安，幸福快樂。好。小的紅點裡，人生就此歡喜。我快樂了，我健康了，我幸福了，我美麗了。在茫茫人海之中，讓我與你相遇。
小小的紅點裡，人生變得神奇。我智慧了。